把颜色调一调啊，取其中的一个朱砂红色卡拿过来啊，这个朱砂红放到调色盘上，然后再取黑色。我倒是想要直接用这个棕红色去试一下，棕红色在这儿，这个棕红色也是很不错的，很山海经这个颜色。加一点黑色，黑色，调一个暗红色出来。现在它有点太暗了，我们再来一点鲜艳一点的红。对，多加一点红哦，不错。但是调色有点取色的时候有点费笔，我打算一支笔拿来取色，一支笔拿来画。好，换一支笔出场。然后还有就它后面那个金轮儿，我们要用这两个啊，一个是柠檬黄，柠檬黄在它头顶这个太阳的中间，对，少量的来一点点啊，然后再用这个橘黄色，好，从外轮廓往里面去上色，侧推，里面浅，外面颜色深。啊，里面浅，外面颜色深。上完色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再加一点点这个明黄色和红色，调一调，颜色再橘一点。啊，橘里橘气的。好，侧推往他脑袋后头去染，中间多余的颜色用笔吸走。就少量的让它挂一点颜色在中间就可以了。好，它后面这个金轮我们就画好了，你甚至还可以加一点点，就是笔痕在里面。好，不要加太多了，因为等一下后面这里面我们是要进行彩绘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来上狐狸这个部分，暗红色把狐狸中间的耳朵中间的颜色给它加上，颜色加在耳朵中间啊，边边上留下白色的边边。好，沿着它的那个后脖颈的那个位置，来几根毛发，顺着身体下来，对，不要太多，点缀一下即可。头顶你也可以来一点，好，然后再用这个暗红色，眼睛的位置给它画出来，眼睛的位置在这个窝窝啊，嘴和额头这个窝窝这里对下来，指向它的嘴巴这里。好哦，拉一个小眼尾，尖尖里面这个眼睛上眼线啊，拖一点出来，太长了我们就擦掉，太长了擦掉。好，一直拖到耳后根去。然后这里眼睛位置给它描好了之后，我们去画它其他地方，就是它的下巴那里，我们也可以给它加一点点红色的线条。就把它的嘴角给它画出来。对，你可以先用这种红色，然后线条顺带下来，哎，把毛发给它描一描。
然后这里的话是有一个尾巴的，所以说我们要把这里尾巴的轮廓用红色的线条，哎，勾一勾。还记得红色的线条怎么画不？我刚刚说过，对不对？刚在纸上的时候演示过，线条错位平行啊，带弧度 C 型或者是 S 型，飘逸一点的弧度。好，中间可以压一点粗一点的线条。好，这个边缘如果有超出的话，我们等一下会去擦掉的。好，它尾巴部分的颜色呢，我们就上好了。可以，现在呢，需要把颜色给它雾化一下。那比如说嘴角的这根线，我们压在这根线的侧面啊，拉一下，对，好，侧推着走。把这个线的边缘擦掉，改变一下线条的走向。那是不是一个僵硬的线条瞬间就变得朦胧起来啦？这样压笔在线条的侧面，贴着它走，给它弱化一下。这边也是一样的啊，但这边的话，我们要以内侧线条往尾巴尖尖上，也就是红色重色区去拉。好，擦一下笔，拉一下，擦一下笔。这里的线条，耳朵根部的线条，我们也是笔尖压着颜色，好，慢慢的提笔往耳朵尖收过去。全部都是内侧往它的外轮廓啊提颜色。好，然后现在去描一下它的眼睛部分。眼睛部分刚刚在纸上面演示过了，对不对？红色的框框画出来之后，笔尖取一丢丢红色，给它做个小眼影。眼角的位置去加深。然后眼睛中间一点点红色就可以了啊，眼睛中间给它染上红色的眼白，然后再用暗红色，这边红色加黑色，就这个黑红的颜色，在中间点出它的眼珠子。这边我想带个微距来录吧，微距会让颜色有点变淡啊，不过没关系，能看清楚就可以了。好，眼睛中间点一个眼球，然后你再用黑红的这个颜色勾一下它的眼线。这里一定要精细一点，毛尖尖立起来，轻轻的用毛尖尖去勾线条。提笔勾线的时候，手上要有劲啊，你手上要有力，把这个笔提起来，控制你的力度，不是那么轻松的。好，下眼线，眼头加粗，眼尾加粗。
OK， 多余的颜色去拉一下。眼睛中间抠一点干净的颜色出来，啊，眼角和眼尖的地方，对，抠一点干净的颜色出来。你要把那个眼白露出来呀，然后我们再取一点白色啊，颜料白色，就跟刚刚在纸上画一样，白色在眼睛中间点上小高光，好。我感觉这里下眼睑这里眼睛有点大，我们可以收一点点，好，沿着边边擦一点点，往眼角拉过去。耳朵根里面的颜色加深。接下来我们来画它的鼻子，黑色，笔尖取黑色，这个黑色你就用这个黑红就可以了啊。鼻子点一个小三角凹 A， 小尖尖、小点点、小黑点。好，缓缓的把嘴角的这个位置给它画出来。A，可以。可以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其他尾巴部分，然后加红的地方也一并给它做了。就拿一个尾巴出来做一下示范啊。它的尾巴我们就是需要加红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尾巴尖尖上，尾巴尖部颜色先往尖尖上放。线条顺着下来。好，压笔、拖笔、扫笔。笔可以干一点，就少出这种干拉拉的这种颜色啊。就是第3节课基础课第3节课里面讲的，控水笔上比较干的时候，那它画出来的颜色是带着刷痕或者是颗粒感。这里给大家看一下，那这种明显的刷痕以及颗粒感。往边边上去走，边边上的尾巴要给它染红，那线条还是按照我刚刚在纸上演示的那样子啊。然后把边边上线条，拉一拉，线条边缘弱化一下。然后所有的尾巴都这样子去画啊，所有的尾巴都这么去画，线条就是往尖端和它的边缘去排，还有就是尾巴有叠压的地方啊，你要去勾一根线，但这个线你不能全部都太实啊，就像我刚刚那样子，跟着线条的内侧边缘啊，给它压笔拉一下，把线条给它雾化。红色上完色之后，我们现在要用暗红色，多一点黑色。好，挑一个暗红色出来。好，用这个暗红色再到它的这些尾巴上面去加深一下线条。
甚至它的耳朵里面，不好意思没聚焦。然后再压笔将颜色往边缘拉过去，将线条雾化掉。跟着线条的走向来。暗红色加深黑色，暗红色加深红色的线条轮廓。线条不是细细的去走线条啊，这个线条是比较粗根的，就是有点像画竹叶的拖笔技法，但是稍微的没那么提的那么快。好，就做一些叠色的层次在上面。画完线条之后，从内侧往尾巴尖尖压笔，跟着线条轮廓提笔收。对，在线条的侧面。线条的侧面压笔，跟着线条的轮廓弧度，提笔收。好，将颜色雾化开。侧推。好，其他的所有尾巴也是像这两个一样啊，把线条的轮廓处、转折处那些地方去给它加深。这个我觉得再加一点吧。对，要不然中间太空旷了，我给它加了一点。红色暗红色的线条加深了它的一个尾巴阴影轮廓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用白色去加深它的毛流轮廓。我们这里白色的话可以多取一点啊，将水放到固态水彩颜料里面，好，然后在里面打圈揉搓，将这个看现在它还是一种牛奶的浓度，那你看一下，就这种水的质感。像一个牛奶的那种浓稠度，再多搓揉一下，笔在中间打圈搓揉，换一面，不要老是对着一面揉，笔容易揉歪，换一面。好，然后看一下现在它这个粘稠度就感觉很浓稠了，发现没有？像是那种酸奶一样黏哒哒的。好，取下来放到调色盘上，我们直接就用。用这个颜色在这个狐狸的身上去画一些毛发，比如说，我们可以从嘴巴这里就将轮廓颜色加深，从它的身上下来，还是根据我们的刚刚的那个线条法啊，将颜色先放上去吧，轻一下笔。取完色之后，笔腹里面储水量和储色量都太多了，我们把笔洗干净，重新去取色。重新去取白色，从鼻子上，好，将颜色线条拉到脑后，耳朵上，耳朵外壁。将颜色线条带过去，轻轻的将边缘做出一些毛流感，还有耳朵这边这一侧，对，扫一些毛流感出来。别忘记它的脑袋后面这里还有一个耳朵。
再次取色，从后脖子这里勾线条，沿着它的边缘轮廓勾，粗线条旁边加一点细线条。再从这边下巴，边缘处有些线条我们可以勾这样细一点啊，那这样子，然后中间大面积的地方我们可以压笔、拖笔，好，哎，将线条画成这样子一坨儿一坨儿的，就是毛流偏粗一点，压笔。根据它的毛发生长分散的地方来去加，然后如果说有这种有这种色块不太自然的地方，我们擦笔轻笔之后，将颜色侧笔往外去推扫啊，就跟刚刚我们做它尾巴的上的那个红色是一样的，轻轻的往外推扫，眼睛尖尖，好，扫进来。小心点，别把鼻子在那里弄没了。包括中间毛发这里，我们还可以压笔，在中间扒拉出一条轮廓来。好，看一下白色覆盖上去了之后，这个毛流感非常的明显，层次感也非常的明显啊。好，继续。现在到它的那个尾巴上了，尾巴上从它的外面拉到尖尖上，对，相当于又是加重了它的尾巴毛流轮廓。好，那这只狐狸的层次感就已经出来了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再看一下它尾巴上，还是取白色的颜料。就像我们刚刚起稿的时候勾线条，是不是把它的尾巴的线条再给它加深一下？先画，画完之后我们再找线条生硬的地方再去改。那有粗有细，粗的线条就是在空白区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才压笔啊。像白色区域的这种线条，我们都是轻轻的去勾一下它的一个轮廓，把轮廓毛流再给它分出来。好，
包括其他地方，我们都还可以再去勾一点。如果你觉得线条有那种生硬的地方啊，还是同样的办法，将它的线条根部压笔，哎，提笔收。若是外轮廓的话，雾化掉，反而把朦胧感给它增添出来。有些地方的毛溜感不需要这么清晰，我们将它的颜色这样跟红色、白色混合一下，哎，朦胧感更盛。好，其他的尾巴也是这样子去勾画啊。好，尾巴白色这一层叠加完了之后，我们要用到刚刚调的那个金色，笔上取一点这个金色，在这个狐狸后面这个太阳耳轮这里，对，撒一点上去。然后再给它加一点小饰品。其实这里的话，用魔镜粉去做，应该还蛮不错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就用这个，因为这个调的比较多，我就用这个了啊。如果用魔镜粉去画一些线条，就是做那种立体造型啊，应该也是蛮不错的。我这里就随便画一些咯，对，可以画一些月亮啊、星星啊什么的。嗯嗯。耶，我怎么拿胶去碰水？习惯了。嗯，随便给它画一点装饰。细碎的勾一点毛发上的金光。还是一样的啊，可以点一点点儿，画点星星、月亮。
对。照灯之前我看了一下，感觉有一些地方的线条，哎，它可以不用这么规矩，我又要拿笔给它扫开一下。那没关系，水彩它只要不碰水是没有关系的啊。水彩干了之后，我们在上面叠加什么东西都不影响。对，可以扫一点这种金色在上面，这支就算了。好，这下可以拿去照灯了。照灯之后，我们再来进行下一部分啊。照灯结束之后，其他的甲片上我们就可以去封层了，但是中指那颗稍微留一留啊。每一个的甲面我们要去擦一擦边边，因为现这个彩绘的话，水彩比较靠近边缘，我们把靠近这种侧底线位置的擦一擦，把包边的位置留出来。好，包边的安全位置留出来。大家看到我把魔镜粉已经拿出来了吧？已经猜到我接下来肯定又要用到魔镜粉搞什么东西。它后面那个太阳金轮里面，我要画一个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印记，反正好像每个山海经的九尾狐啊都有配那个金轮，中间是莲花。好，然后这些的话，我们就去上底胶啊，底胶、仿鞘底胶、整甲全涂。底胶照灯30秒之后，我们再去上封层啊。这里我就直接上封层了，就不上底胶了。你们记得，如果做刻甲什么的，一定要记得上底胶。我在做演示的时候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就把这一步给省略掉了。你们不要学我哦。好，亮光封层、整甲全涂。假装已经上过底胶了。甲面刷一下，你看，就是我们说是不是叠加了3层，一个深红色，一个黑红色，然后一个白色，这样子去看这个颜色的层次，水彩的层次真的就是特别的轻薄透，而且水彩那一层基本上没有什么厚度，不管它叠加多少层，颜色有多深啊，它都没有任何厚度，厚度可以忽略不计。整甲全涂。中指那颗先留一下。没滴汗，没滴汗。中指留下，其他几颗拿去照灯。我这里会用到一个红色的彩绘胶，哎，好粘稠啊！红色的彩绘胶取一点到调色盘上。你们也可以用黑色的啊，黑色的那个微雕胶，这个 C02，C01 是白色，C02是黑色。我这里用红色，只是想看一下，到时候不抹魔镜粉好不好看啊？再加上这个彩绘胶是免洗的，免洗彩绘胶，所以说等一下如果不好看，我还可以直接在上面去抹那个魔镜粉。C02那个微雕胶的话，它本身就是免洗的，而且又是黑色，可以直接在上面抹魔镜粉也行啊。你们没有这种免洗彩绘胶的，就用 C02黑色微雕胶。好，中间先去画一个轮儿，哎，画一个半圆儿，线条勾细一点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忘了一个步骤。如果说我要画隔粉磨砂，我要抹魔镜粉的话，我要去给它上一层隔粉磨砂。魔镜粉专用，这种魔镜粉专用隔粉磨砂，因为有可能会抹魔镜粉，如果这个红色暗红色不好看的话。刷一半的位置。
好，刷一半的位置，下面就不刷了，因为下面我也不会用到魔镜粉。好，拿去照灯。磨砂封层照完灯之后，我们来画它背景上的那个图腾。画线条的时候一定要精致一些。你可以用甲片配合着你的笔来转动。线条有粗有细。这一根如果我们要画的粗一点，那么它旁边的我们就要画细一点了。如果说要画细线条的话，我们的笔拉线笔取胶的时候，就这样滚笔式这个方向取了，转一下啊，这样子滑胶去取色，让笔尖笔腹上面均匀的裹上颜色，不要在笔尖形成了一个小胶珠啊，笔尖形成小胶珠，那你落笔的时候，那你就会有一个小点儿。啊，你看，甲片配合上笔一起去转动。好，外面再画一个大一点的轮盘。外面这个轮盘的话，我们可以给它画上花瓣，就是那种莲花的花瓣啊，左边一个 C 弧，右边一个 C 弧，这样子。多画几层，中间也是。画完这个轮盘之后，我觉得还是给它抹上魔镜粉更好看一些。那我就拿去照灯，避开胶，给它照一下灯。照完灯之后，魔镜粉蹭上去。因为这个彩绘胶是免洗彩绘胶，免洗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照完灯之后直接蹭粉。照灯时间也是60到120秒。好，看一下这个颜色，另外几个搭不搭？可以的。底胶封层这里我就不上底胶了啊，我直接涂封层，你们就记得要底胶，先底胶啊后封层。
好，拿去照灯。照灯之后，这个款式就结束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最后它的一个成品效果。好，这节课我们就结束了，宝子们动手试试吧，赶快打个板给自己。